江陵一带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个妖兽，连其能力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可以将人变小，4、5岁会说话会走路的那种。虽然说软乎乎可可爱爱的，但是在普通家庭里，如果没有男人劳作的话，会变得很麻烦。出了这样的事，不止百姓为难，县门也很为难，尤其是被派出来解决此次任务魏无羡，他真的是更为难。他刚来这里，听着这里的人上报的信息，得知这妖兽没有作恶，只是将人变小，杀不得，而且这妖兽格外狡猾，极难抓到。还有便是，为什么蓝家来的会是蓝忘机？魏无羡即使心中再烦闷也不好说什么，他斜靠在椅子上，手上拿着一坛酒，红绳绕过手臂垂了下来，衣襟微敞，手指轻轻扣着桌面，低声道：关于此事，韩光君可有别的办法？蓝忘机看着他，雅正的将手中的茶盏放在桌上，道：此妖兽并非邪物，狡猾非常，若要将其困住，便要想其他方法。魏婴，你可有可以让人隐去气息的符篆？魏无羡恍然大悟，如今世人都知道，他这个老祖格外喜欢研究符篆，其研究出来的东西又好用又实惠，童叟无欺，价格看人。他伸手往乾坤袋里掏了掏，嘟囔道：其实是有这个符篆的，但是有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不能说话。你知道不能说话对于我们这种话痨来说有多痛苦吗？算了算了，反正你也不懂，只要不说话，这符篆就能隐去人的气息。蓝湛，你是想去做诱饵，然后再让人埋伏在特定的地方抓获这只妖兽吗？魏无羡哗啦啦的掏出了许多张符篆放在桌上，对着蓝忘机解释着，听着的人轻轻点头。他知道魏婴聪明，但没想到在此事上竟会与自己如此默契。他压下心中一丝喜悦，状似无意道：正是此意，好，不愧是韩光君。魏无羡立刻拍掌叫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和你一起当诱饵，把那妖兽引进陷阱里。蓝忘机点头，他知道魏无羡在此事上总是认真，做得很好。他喜欢的魏婴永远都是拥有一颗赤子之心，为他人考虑，冲锋陷阵，吸引着他目光的人。因为是魏婴，所以自己才会用情至深，相思难忘。好，一起。事情刚开始进行得很顺利，江家弟子和蓝家弟子用着尚不完美的姑且叫半成品隐藏1号好了，缩写一下半藏1。魏无羡动动脑瓜子，把这个名字记了下去，准备回去研究半藏2。那妖兽圆滚滚的，压在树上都能把树给压断，它滚得像只团子，却非常的大，能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了。它是蓝白色的，外圈是蓝的，中间和肚皮是白的，它的眼睛圆圆的，大大的。如果忽略掉它破坏的数目，魏无羡觉得这妖兽会是个很受人追捧的可爱动物。魏无羡甩甩脑袋，把这个危险的想法抛诸脑后，拾起地上的石子，就往那圆滚滚身上扔去，双手扩在嘴边，喊道：喂，你好啊，那什么，裘兄，你要和我一起玩吗？蓝忘机在一边握紧臂辰，不着痕迹的往魏无羡身边靠了靠，双目寒凝的看着转过头来露出一抹笑容的妖兽。那妖兽听到有人和他玩，急不可耐往魏无羡这边凑去。这东西可是个大块头，一蹦一跳的弹在地上，能给土地都压个坑。魏无羡冷汗直冒，我去，这东西真是重量级的啊！要是真让这么压一下，非死即残啊！蓝湛，你愣着干什么，还不快跑？魏无羡拉起一边犹豫着要不要拿臂辰砍的蓝忘机的手，吼着说。蓝忘机被他带着不得不跑，他看了看两人紧握着的手，犹豫道：魏婴，我们